到家了吗？最近有一档文化类的体验综艺，叫《不一样的挑战》，你听说过吗？我朋友抽到了参加的名额，他临时有事不想去了，所以就给了我。那一期正好是2人组队挑战的，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？是潮流文化，听说这次的题目也挺丰富的，要不要一起去试试？哦，快了快了！哎，这个发带有点难弄。哎，不用不用。我觉得这套衣服好像不太适合我，还是换一套吧。哎，这一身是不是太花哨了呀？你都不说话了，看来真的不好看，我还是换掉吧。真的吗？不对啊，你怎么还没换衣服？是不是嫌我给你挑的衣服不好看啊？快去吧，换好衣服，我们就要正式开始挑战了。本次是潮流文化主题，抽到的题目不同，挑战的内容也不同。下面有请嘉宾们上台抽选题目。好啦，现在请大家打开手里的信封，阅读这次的详细题目。我来看看。任务地点就是外面的步行街商业区，请大家尽快完成。节目组会给每一组队伍计时，并且按照完成时间长短来排名。3小时以上还未完成的，算作挑战失败哦。好了，各位准备好后就可以出发了。游戏开始前，各位可以在服装店里选一套潮流文化主题的服饰哦。好看，当然好看，你穿什么都好看。才不是敷衍呢，都是我的心里话。刚才收到一条消息，没注意到，抱歉。啊，不是什么要紧的事。
鉴定完毕，非常适合你，就这套了。看起来我的眼光越来越好了。前面那个男生，你给我过来！哎，糟了！你，刚才那个男生是哪个班的？哎呦，啊！那次只是意外，是因为我跑得太急了，后来我都很注意的。就那么几次吧，怕你们担心就没说。真的只有几次了，你想想，我们是不是整天在一起？嘿，其实我真正学滑板是去了安全部之后。当时带我的老师很喜欢滑滑板，我是跟他学的。部里可以放松的时间很少，不过但凡有时间，我都会跟老师一起滑滑板。小时候光想着耍帅了，太心急，后来跟着老师打好基础，就不怕受伤了。没有。好了，时间也不多了，我们赶紧出发吧。这上面不是留了线索吗？一个狡诈，一个呆，这个应该就是线索了。应该不是，我觉得这句话更像是谜语。可是狡诈指的是什么词呢？谜底是滑板的话，那我们就去滑板店问问吧。你真的不是节目组的 NPC 吗？你真的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？我们已经问了一圈了，商业街就你们一家滑板店，不可能不是这里。啊，抱歉，两位先生，我真的不知道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，请不要再打扰我工作了。好吧，不好意思。哎呀，别费劲了，那个人不是 NPC， 我们已经问过了。不一定，他只说自己不知道那句话的意思，可没否认自己是节目组的 NPC。我们已经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了，这是一个谜语，谜底是滑板。这条商业街的滑板店只有这一家，所以您应该是节目组的 NPC 吧？恭喜两位解开谜底，成功通过第一关。这是滑板的支架，两位收好。那您这里有没有第二关的线索呢？想拿到第二个线索，两位还需要进行一个小小的挑战。好啊，什么挑战？放马过来吧。也不是什么难事，
只是两位要生吃2根辣椒才能拿到下一个线索。什么？啊，这，水，快给我水！哎，你别吃啊！给你水。女士，现在您可以把第2个线索给我们了吧？可以了。似是而非，探本溯源。哦，抱歉，我刚刚走神了。哦，没有，只是感觉刚刚那边好像有人。我是觉得有人一直盯着我们看。不过我们这是在拍综艺，有人好奇围观也是正常的。走吧，我们先出去，在路上想想这个新的谜题。哦，没什么。我们先去前面休息会儿吧。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了，只是听说过滑板是冲浪运动的延伸。据说是居住在海滩边的居民发明了世上第1块滑板，为了不受地理和气候的限制，享受冲浪的感觉。没想到这里还真有冲浪用品店，那我们快去看看吧。冲浪运动是滑板的起源，冲浪板跟滑板也有相似之处，所以似是而非，探本溯源。
这道谜题的答案是在这里吧？没想到二位这么快就已经找到这里来了。你们是抽到滑板的队伍里第一个来的。两位可以在我这里获得板面和砂纸。如果两位愿意的话，可以在这里先把获得的组件组装起来。砂纸拿着也不方便，不如我们直接在这里装好吧。那螺丝和电圈之类的东西，您是不是也能提供给我们？哈哈哈，当然，那些就不用二位再费劲找了。是啊，因为我一直都是自己拆装滑板的。对我来说，滑板就像是伙伴一样。你知道吗？每个滑板给人的感觉都是不同的，每一块滑板都是独特的。支架的松紧度、轮子的软硬和大小、板面的材质，这些都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觉。并不是，或者说不完全是。滑板作为极限运动，确实会给人带来心理上的刺激感，但相比我的工作来说，还是不值一提。我之所以现在仍旧喜欢滑板，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不断挑战自己，突破极限。完成挑战后，那种成就带给人的喜悦，才是最让我着迷的。怪你们？为什么？不会，我不会怪叔叔阿姨的，更没有怪过你。叔叔阿姨希望我健康成长，你不希望旧事重演，都是为了我好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心，尤其是对于自己最重要的人。我也一样。好了，已经完成了，现在就剩下轮子和轴承了。老板，您手里有没有下一道谜题的线索呀？我看看啊，一辆车上载7人，28人同归乡，应该是个字谜吧？车上有7个人。有道理，28人就是指滑板的4个轮子吧？归乡，或许可以理解为最开始的地方。有可能，不过也有可能是第一个发现线索的地点。是啊。任务书里说，完成任务的地点是在这条商业街上，但演播厅距离这里还有一段路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二位怎么回来了？有什么东西落下了吗？是啊，有东西落下了。一辆车上载7人，28人同归乡。这个谜底的答案就是这家店吧？没错，谜底的确是这里。给，拿去吧。小心！
你是谁？哎，等，你怎么打人啊？这跟说好的不一样。你有本事就跟我一决雌雄！轮子我就带走了。想夺回轮子的话，就来公园找我。记住啊，是在商业街后面的公园。原来是节目组安排的人。竟然是我大惊小怪了。先生，您这保护欲也太旺盛了吧？非常抱歉。那我们快点去找他吧。这位是我们请来节目的特邀嘉宾，他本人是职业的滑板选手，还赢得过不少奖项。刚刚非常抱歉。没事，我滑板也没少摔，早就习惯了。你们终于来了。想要拿回轮子，就要拿出真本领。那你说说，怎样才会把轮子还给我们？看到这条赛道了吗？你们2人要一起滑到终点。速度慢一点不要紧，但是途中只要摔下滑板就算失败，要从头来过。好啊，没问题。没事，我们还有2个小时的时间，我现在教你，足够了。路上杆，这里啊，你们必须用 hippie jump 跳过去才行。是滑板的一种动作名称，意思是在滑行过程中从滑板上跳起，再落回滑板上。没关系，我们一定可以的。我先教你怎么滑行。来，你先把左脚放在滑板上，重心放在左脚上，然后把右脚放上来，站稳，先找找感觉。很好，让板面保持在水平的角度，脚后跟不要向下压。哎，不要紧张，放松，放松。身子不用绷得这么紧，我不会让你摔倒的。现在试一试滑行吧。你先把前脚放在桥钉的位置，慢慢蹬一下地，然后把后脚跟上。一定要把重心固定在左脚上，不要害怕。
前脚摆正。对，就是这样，你成功了。准备好了吗？预备，开始！很好，我来了。感觉怎么样？轻轻下压脚尖，我们要过第一道弯了。我早就说过，你一定可以的。你相信我吗？不，应该说，你相信自己能跳过路障杆吗？待会儿听到我说跳，就向上跳起来，不要向前或者向后，只需要给一个向上的力，然后把膝盖抬高，剩下的就交给我。就是现在，跳！别怕，你已经很棒了，其他就放心的交给我吧。看，我们成功了。哇哦，两位还真是厉害！好了，这下该把轮子还给我们了吧？我可没说这次的挑战只有一关。而且现在已经有2个组率先完成任务了。如果你们再不快一点，可就拿不到名次了。不过也没办法，谁让你们抽中了滑板呢？这可是最难的题目了。那后面还有几个任务？下面还有10个动作，要求你们每人挑战5种障碍物。不过你们2人加起来只要成功6个，我就可以把轮子给你们。以这位小哥的水平，应该不是难事。虽然名次拿不到，但按时完成也算是及格了。及格？哼，从小到大，我还没有交出过只是及格的答卷。既然你是拿过奖的滑手，那你敢不敢跟我比试比试？比试？怎么不敢？你想比什么？这10个动作，我可以比你完成的更快，跳得更高，姿势更优雅。
小哥，你的滑板跟常人比或许很厉害，但我可是专业滑手。不试一试，你怎么知道我会输给你？如果我赢了，你就直接把轮子给我们，不用他再上。如果我输了，那我们的挑战从10个变成20个，并且全部成功才能拿到轮子。怎么样？好啊，那就改一改规则，你们俩比拼一下。嘿，这样节目才更有看点。哈，只是这种水平吗？抱歉，大局已定，你们要输了。那可不一定。看我的！什么？怎么可能？这次换我抄近路了。脚还没到达终点，人生就不存在所谓的定局。抱歉，这次是我赢了。快，摄影机跟上，跟上！刚刚从坡上飞起来那个动作抓到了吗？那个片段真是太精彩了。原来是你。放开我！谁让你这个臭侦探多管闲事？哼，杀人偿命，我只不过是把你父亲犯下的罪行公之于众罢了。幸好你没有伤到他，不然你会后悔的。
报警！对，报警，快报警！对方交代了，的确是他给你发的威胁信和邮件。他觉得都是因为你，自己的父亲才会进监狱的。一下子从锦衣玉食的小少爷变成罪犯的儿子，他接受不了，便想找你复仇。没想到他竟然能混进节目组里。他还没说是怎么混进去的。大概是花钱买通了剧组的工作人员吧。你们放心，这件事我会好好处理的，不会让他再威胁到你们的安全。不用客气，这都是我分内的工作。没想到他真的把这一切都怪到我的头上。好不容易来玩一次，机会难得，我不想扫了你的兴致吗？更何况事发突然，我也不确定到底是恶作剧，还是真的有人要针对我，所以一开始没有告诉你。啊，我没有，这是我跟咱班同学借的，你可不要告诉叔叔阿姨啊。所以才不让你告诉叔叔阿姨吗？也不是故意瞒你，我想等练好了再给你看。明明之前看到邻居家哥哥玩滑板的时候，你还夸他帅呢。你，唉，反正后来我就借了一块滑板想学一学，结果你们又说玩滑板不安全，我怕说了你担心。与其让你成天提心吊胆，不如就不告诉你了。前面那个男生，你给我过来！哎，糟了！我知道，当时我以为自己忍忍就好，没想到会那么严重。原本是不想让你和叔叔阿姨担心，没想到反而给大家添了麻烦。我知道，这也是为什么我最终还是把事情告诉了你。虽然我希望自己带给你的都是快乐和幸福，不是不安与担忧，但我知道，人总不可能远离一切纷扰，尤其是我们在 N2X 中，前方的道路也并不好走。所以我想通了，如果前路注定遍布荆棘，那我就陪你一同成长，风雨兼程，不惧坎坷。我是不是说了一些傻话呀？
如果以后再遇到什么解不开的难题，我会告诉你，我们一起来想办法。啊，今天这个挑战还挺好玩的，唯一的遗憾就是被迫中断了录制，没能获得名次，也没法领奖了。早上好啊，今天有没有什么安排？为什么穿着这套衣服？因为你说我穿着好看啊，所以我就把它买下来了。还有你录节目时穿的那一套，我也一起买下来了。话说，节目播出之后，我被同事们好一顿嘲笑，说我吃辣椒的样子很好笑。他们还给我做了表情包，发到了安全部的大群里。连之前带我的老师都开始用起来了。暴露身份，这个不用担心。去之前我就向上级汇报过了，也正因如此，他们才去看了节目。这2天我看了看评论，有好多网友说我们俩有 CP 感，不知道你看到了没？你的同事和朋友也这么说，那你会不会觉得困扰？没有啊，那就好。其实我觉得那些镜头拍的还挺好的，我还看了好几遍呢。能用这样的方式把美好的记忆保留下来，真的太好了。对了，今天天气不错，要不要一起出去滑滑板呀？我可以再教你做一些其他动作。没有装备，嘿嘿，这你不用担心，护具和滑板我这里都有。带着护具可能会有点不舒服。如果不适应的话，也可以不带，反正我都会保护你的。有我在，是不会让你摔倒的，你就放心的把自己交给我吧。那我现在就去你家找你，顺便把衣服也带给你，一会儿见。